哎呦 ，What's good？ 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国桥的风刺7 Pro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去年的风刺6 Pro Low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国桥的翻身之作，再加上后来他们在下半年推出的风刺 Rise， 更是让国桥顺利的在篮球鞋市场上面站住了脚跟。虽然在2023年，国桥因为在产品力方面明显的提升，从而得到了广大消费者们的认可，但是最后是不是能够稳住自己的这一个位置，还是要看看他们在接下来的2年里面能不能继续给消费者们输出一些强有力的产品。而这一次的这一双风刺7 Pro， 我相信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在配置方面，它依旧使用了全掌的 Good Turbo， 鞋面使用了类似于丝绸的面料，加上皮质材料的点缀。这个鞋面的面料跟之前 Cloud 推出的那些丝绸的面料非常的相似，并且在这双鞋的鞋面上也同样做了一些中国风的刺绣，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面做的确实非常用心。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码366克，并且整体的重量布局做的也非常合理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十分轻质。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 42.5， 李宁穿42，这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而在脚型的适配方面，宽脚的兄弟们有福了。最近很多兄弟都在问我自己的脚比较宽，脚背又比较高，有什么鞋可以推荐的？那今天这一双风刺7 Pro 可能就是你想要的鞋款。它的鞋楦略微偏宽，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宽的兄弟去进行选择，而且它的内靴开口也比较大，对于高脚背的兄弟也非常友好。宽脚高脚背的兄弟，这一双鞋你们可以关注一下。而跟我一样脚型偏窄的兄弟也不用慌，你们穿这一双鞋也没有什么问题。球鞋一共使用了6对鞋带孔，而且前面4对都是用的动态鞋带孔，鞋面的包裹调节范围非常大。我偏窄的脚型在拉紧鞋带之后，也能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感受。它的包裹虽然算不上特别紧致，但是完全够用。在变向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会出现一定的位移，但是并不明显。在急停急起的时候，也会出现轻微的顶脚趾以及掉跟的现象，但是都非常的轻微，对于实战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而掉跟的这一个情况，把鞋带从内往外穿就可以很好的解决。不过它的鞋面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你最终是否会去购买它，那就是它后跟处的包裹锁定。风刺7 Pro 的后跟开口偏大，不管你如何的去拉紧鞋带，它的后跟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脚踝。在打球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脚踝处的空旷，在做动作的时候心里面会没有安全感，很不踏实。如果你平时打球有带护踝或者打脚的习惯，那这一双鞋还真挺合适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，那是否要购买这个鞋款，就要看你对于自己的脚踝力量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了。在鞋面方面，它没有什么别的特别明显的缺点，强度够用，舒适度也完全没有问题。除了这一个配色在夏天穿的时候可能透气性会稍差一些之外，没有其他任何问题。而它的中底调教整体也是偏向于舒适这一个方向的，中底的 Good Turbo 调教偏向于柔软，跟上一代类似，有着非常出色的脚感，并且缓震也很棒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，也不会有太多震脚的感觉。虽然它后跟处的缓震材料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加固，但是稳定性并没有什么问题。在跑动或者制动的过程中，你能明显感觉到它后跟处的缓震材料是明显偏软的，但是它在外侧做出了一个明显的外扩处理，内外侧的形变释放空间也几乎相同，再加上 Good Turbo 的韧性也很足，在做动作的时候后跟处还是非常平稳的，不存在什么崴脚的风险。这一次这一双风刺7 Pro 在后跟处的这一个设计，展现出了国桥在设计方面的水平，值得其他的国产品牌去针对这一点进行学习一下。不过偏软的中底缓震材料让它在反应性方面丧失掉了一定的分数，在发力蹬地的时候，脚底下的感觉并不直接，会有一定的泄力感存在，对于比较依赖爆发突破的球员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好的体验。而它大面积的中底 TPU 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中底过渡，再加上合适的中底龙骨落差，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，穿它在跑动时的感觉都还不错。但是由于中底的调教偏软，整体的滚动感并不是特别出色，还是更加适合打半场偏兜的兄弟去进行选择。而这一块中足部位的大面积 TPU 键，同时还很好的
保证了球鞋的整体刚性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身的姿态都能保持得非常不错，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。但是足弓支撑依旧有所欠缺，对于足弓支撑要求比较高的兄弟，还是需要自行去更换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，好吧？在大地方面，它的表现只能算比较一般，在干净的场地上，确实它能够拥有非常出色的抓地力，但是一旦场地上面有灰尘，它的抓地力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。过于密集的大底纹路导致了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有一些糟糕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，需要不断用手去擦着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，并且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算不上特别出色。虽然橡胶的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能够达到65以上，但是整体的纹路偏细，深度也不是特别可观。我个人还是更加推荐大家是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。风刺7 Pro 的整体穿着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跟上一代相比，它确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小的进步，但是后跟锁定较差的这一个缺陷，我觉得大家还是绝对不能忽视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，那你再去考虑购买这一个鞋款。我们抛开它在后跟处锁定较差的这一个问题，再来看这一双鞋，我可以说这双鞋就是来自国桥的闪击石。它有着舒适的中底、舒适的包裹，强度足够，缓震够用，适配性真的非常广，几乎所有打法的球员都可以选择这个鞋款。如果你是宽脚或者高脚背的兄弟，我会非常推荐你们去购买这一个鞋款。但是如果你就是正常脚型的球员，那闪击石一定是更好的选择。对了，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，那也千万不要太着急，等它的价格降到个差不多350左右再考虑购买，好吧 ？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